结婚3年，霸总白月光一回国，他就立马踹开了我。我在雨里苦苦哀求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连霸总朋友都看不下去了，骂他不识好赖，劝他回头是岸，放着一个爱你的人不要，非要上赶着去给别人做舔狗。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知不知道？然后霸总的朋友就一起跟我站到了雨中。弟妹，你别太伤心，他就是个眼瞎的，迟早要后悔的。一语成谶，霸总后来果然后悔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签了离婚协议书，就拿着这500万滚出我的视线。赵云深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翘着2郎腿，靠在沙发上，下颌线比我的人生规划还要清晰。站在他身旁的徐助理弯着腰，将一张 A4 纸和一张银行卡放到茶几上，推到我面前，还贴心地递过来一支签字笔。我垂下眼，一目十行，快速地扫过协议。很好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可以签。但面上仍要做出一副不舍的模样，泪花在眼眶里积蓄，将掉不掉的时候最楚楚可怜。我抬起头，深情地望着我的金主爸爸云深，不离婚可以吗？我不想这么快失去1个月10万块的零花钱，还有豪宅和10项全能的王妈。我不会打扰到你和苏小姐的，我抬起手，装腔作势地抹了把眼泪，悲戚道：只是想留在你身边而已。 Perfect。 我在心里暗自尖叫，演技又进步了不少，连徐助理都被我的恋爱脑感动了。转头去看不近人情的霸总，霸总不负我望，没有 OC， 开口就是十分欠揍的语气，指名道姓。辛千一，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多么纯正的霸总味儿啊！穿书这么多年了，我听到赵云深说话，还是忍不住想笑。噗嗤，徐助理的头比龙卷风还快，瞬间锁定了我的脸。呜，云深，我是真的爱你，离开你我会活不下去的。我捂着脸，痛苦的呜咽。不愧是金牌助理，这感知力和敏锐度真是绝了。如果能挖过来给我打工就好了。霸总不耐烦地起身离开，走之前对徐助理下达了 KPI， 盯着他把离婚书签了，否则这个月奖金你就别想要了。打工人不为难打工人。霸总不在，我演给狗看。徐助理，给你格，刚才哭得太狠，又停得没有预兆。我只好一边打嗝，一边把签好的离婚书交到徐助理手上。夫人，你……徐助理表情十分复杂，不过我阅人无数，秒懂他未尽之话。我为什么这么痛快就签了？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放弃天长地久。不能再往下说了，我怕我会一不小唱出来，给这个娱乐贫瘠的书中世界的土著民一点小小的精神震撼，好吧？对了，夫人，赵总让您3天之内收拾好东西离开这里。你有其他住的地方吗？需不需要我帮忙？徐助理热心道。我喝了大半杯水，终于压下了打嗝的欲望，猛地摇头，不麻烦你了。那就祝夫人前途似锦，喜乐安康，再见。我挥挥手，再见。等大家都离开后，我拿起桌上那张银行卡，情不自禁地笑出了鹅叫声。系统，快看看我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。一道机械电子音在我脑中响起，回宿主，还差最后3%，等您彻底离开赵家后，才可以获得这个世界的居住权。那也快了，我不着急。我重重地在银行卡上亲了一口。我爱替身，替身是我血赚。夏季的暴雨总是来得突然且猛烈。我左脚迈出家门的时候还是和风细雨，
换右脚时就变成电闪雷鸣加瓢泼大雨了。哎，我这谢幕还挺有仪式感。系统没有搭理我，别墅的大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，外面的风一瞬间从3级变成7级。我在风里摇摇晃晃，行李箱自己沿着地砖向侧边滑走，一头栽进了花园里，砸断好几支玫瑰。宿主，请尽快完成雨中示爱任务。哦，我还有个结业任务没完成呢。我顶着疾风小跑到院中，开始我的期末表演。赵武灌了一口冷风，我有点呛。没事，再来。我抬起手臂挡着嘴巴，对着大门大喊：赵云深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啊！我的心，我的肺，我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喊着我爱你。你难道真的听不见吗？别墅内，霸总的3、5好友贴在窗户玻璃上，眯着眼睛看向雨雾里那个纤细柔弱的小身板。他在说什么呀？好像是跟云深诉衷肠呢。我隐约听见个爱字，呜呜，这才是纯爱战神吧？老五都这么对他了，弟妹还死心塌地爱着他。云深，你这是造孽啊！赵云深坐在沙发上，端着酒杯细细品鉴。我给了他500万分手费，他还想怎样？老二最近刚表白被拒，很能共情爱而不得的弟妹，他得到的只是对你而言微不足道的500万，可失去的却是藏在心里多年不敢表露的爱情啊！赵云深白了他一眼，所以我就应该委屈自己成全他人吗？老四是个实诚人，话比较直。话不是这么说，你去给苏若雅当舔狗，不也是委屈自己吗？老三比较理智，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究竟是余情未了，还是心有不甘执念作祟？你自己真的清楚吗？错过新千一，谁还会这么爱你？云深，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赵云深，宋明，你少揣测我的心思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快开门！弟妹她被风卷跑了。老大急匆匆地跑到别墅大门前，抓着门把手使劲往里拽，一张脸憋得通红，也没把门拉开。老三徐徐走过来，揪着他的衣领往后一拉，单手落在门把手上。老大要用推的，大门压开了一条小缝，然后又被狂风啪地拍回来。老三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对另外几人道：搭把手。弟妹，我靠在栅栏上，抬头看见几个熟悉的人影抱成一团，顶着风撑着伞从门口向这边挪来。你别傻乎乎的等他回心转意了。老五他脑子被水灌了，根本不知好歹。你拿着钱走吧，这天下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不遍地开花吗？何必他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呢？雨下的实在太大了，即使打着伞，几个人身上也被淋湿了。不过有钱人用的伞质量就是好，抗风效果嘎嘎的。我也很想走，但进度条还没快进到那个点呢。我就着雨水抹了把不存在的眼泪，泫然哭泣。如果我走了，我和云深就真的完了。老二恨铁不成钢，不过不是对我。老五那个拎不清的。老四叹了口气，被雨水呛了一口，边咳边说：可你就是在这里站到死，老五也不会在意的呀。老三紧紧抓着伞柄，那也未必。那双藏在眼睛下的眸子突然露出一丝莫名的兴奋。弟妹，你别太难过，他迟早会后悔的。哦嚯，看这位的眼神，似乎对追妻火葬场很有研究啊。可惜猜错了，那位白月光才是赵云深的女主角。我表现出一点松动，仿佛被赵云深伤透了心。弟妹，要我给你叫个车吗？这大雨天的。老大拿着手机看过来，隔着雨幕，
我最后看了一眼赵云深所在的地方，心如死灰。好，我走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打扰他了。恭喜宿主圆满完成剧情任务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都投了。包厢里，我一眼扫过去桌上的几个剧本，从中抽出3个，随意翻了几下，痛快地做了决定。对面刚毕业没几年，到处碰壁的年轻导演局促地抓紧了衬衫下摆，心虚地看向我：“要不您再考虑一下？”“不用了。”我认真地回复，“我相信我的直觉，也相信你的本事，别担心，好好干，咱们的剧一定能火。”我掏出赵云深给我的那张卡，“这里有200万，你先拿去用，不够再跟我说。”对方心动但摇头，可我一下子也拍不了3部剧呀。小导演很不自信，他之前去找了很多投资人，大家都看不上他，还说他的剧本写得太烂，不符合当下流行趋势，把钱投给他就是纯纯打水漂。说实话，那些人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甚至就连他自己也不敢说不会赔钱。这样吧，我们先拍1部试试水，如果没亏本，您再考虑要不要投另外2部，怎么样？我撑着下巴，假装认真思考，最后同意了小导演的说法。也行，既然你不相信我的判断，那就先按你的想法来吧。小导演松了口气，谢谢您，辛小姐。辛小姐是个好人，自己不能恩将仇报，为了一己私欲，肆意挥霍他的积蓄。吃完饭出来，我站在公交站台边查看股市信息，看到自己买的那几只股一直在涨，带动着我的钱包也越来越鼓，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。任务完成后，系统就脱离了这个世界，去找他的下一任宿主了。但他走之前给我整了一套小公寓，还有100万块钱，售后服务非常优秀。我用那些钱买了很多男主家的股票，这段时间本金已经翻了1倍了。至于男主给我的分手费，我也是在各个行业都多多少少投了一些，毕竟任务虽然完成了，剧情走向还留在我脑海里，也不能白白浪费了，不是？反正主角已经足够有钱了，我提前挖他几个墙角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上车请刷卡投币，我从包里摸出2枚硬币丢了进去。车子启动，我摇摇晃晃地往后排走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抓手拉环，对身后被我包包甩了一巴掌的男士道歉。今天的公交车实在是太晃了。没事，好好听的声音啊。我抬起头，对上一双含笑的眼睛。Oh my god， 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长得比男主还好看，这2块钱花的也太值了吧。小姐，到锦城路了，你不下车吗？啊！我抬头看向窗外，真的到站了哎！我抓紧包包往车门口挤，发现那个大帅哥也跟着我一起下来了。你，帅哥笑着扬了扬手里的小区门禁卡，我和你住一栋楼。林先生，我小蛋糕做太多了，一个人吃不完，分你一些。我把保鲜盒一股脑塞进林之秋怀里，抬眼直勾勾地望着他的脸，不管看多少次，都觉得很惊艳。他真的太会长了，连眼尾的小痣都直戳我心巴上了。和赵云深那种清冷孤傲的类型相比，我更偏爱林之秋这种长相精致、笑起来很勾人的款。上辈子没什么机会谈恋爱，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眼缘的，说什么我都得争取争取。林之秋抱着蛋糕，弯眼道谢，可能是见我一直处在门口不动，于是把门拉得更开了，向后退了一步。要进来坐坐吗？好啊，我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。米黄色的沙发套，浅绿色窗帘，还有电视机柜上摆放的各种毛绒玩偶。没想到你还挺有童心，
不错，看上去是个会用心过日子的。林之秋把蛋糕放进冰箱，端着一杯水走过来递给我。那些都是我朋友抓的。我心里一个咯噔，笑着打趣道：“是女朋友吧？”林之秋摇了摇头：“不是。”看他没有多说的意思，我也不好再问，免得给人留下个没有分寸的坏印象。磨磨蹭蹭的硬聊了半个小时，我才回了自己家。林之秋相处起来给人一种很好接近的感觉，但实际上我都打卡快1个月了，我们俩的关系还是没什么突破性进展。不过男人这种东西嘛，有是锦上添花，没有也不妨碍我快乐生活。我投资的剧过几天就要开拍了，导演微信上邀请我过去参加开机仪式。我拉开衣柜，觉得自己缺点撑场面的包装，果断出门去逛商场。你好，请帮我把这几条裙子包起来吧。我低头从包里找卡，一道熟悉的男音在背后响起：“雅雅，逛累了吗？要不要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一歇？”我转身回头，看见赵云身围着一个身材高挑、容貌清冷的气质美女嘘寒问暖。这长相确实符合我对霸总白月光的所有幻想，就是不知道人品怎么样。不过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觉得我和苏若雅并不是很像。看来霸总找替身的要求还挺低的。刷完卡以后，我拎着手提袋没有立马出门。一个合格的替身，退就是一辈子的事。这家店看起来不错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白月光盯着橱窗里模特身上的衣服看了一眼，抬腿朝门口走来。这怎么还硬来碰瓷呢？我立马转身面壁，身体跟着余光里的脚步逐渐旋转，主打一个坚决不让主角看清我的脸。你好，这件裙子还有小码的吗？白月光说话的声音很温柔，一听就是那种书香世家养出来的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条裙子现在只剩下模特身上这个尺码了，要不您看看这条，款式和您看中的那条差不多，各种尺码都很全。导购微笑着将另外一条裙子展示给白月光看。霸总皱着眉有些不悦，我的雅雅无可取代，他看上的衣服也理应如此。既然你们门店缺货，那就赶紧去其他地方去调。总之，我们只要这条裙子。导购为难地看向白月光，解释道：“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条裙子是我们店的热销产品，几天前已经卖断货了。我们这个门店已经是最后的库存了。”白月光失望地看了一眼模特，然后对着导购露出一个理解的微笑。那好吧，那就把你刚才说的那条裙子拿给我看一下吧。导购开心地去找小马了。等等，赵云深抓住了我手里的包装袋，里面赫然装着白月光看中的那条裙子。吊牌上加粗黑体的 S 清晰可见。这条裙子我要了，你开个价吧。谁能懂？我都一只脚踏出门店了，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捉弄。赵云深的视力以前有这么好吗？是你！我连忙松开手，把手机递到赵云深跟前，28888，原价就好。赵云深一脸复杂的付了款，趁我溜之大吉前，小声地警告了我一遍：收起你的小心思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钱包哗啦到账，霸总给我转了5万，没问题。我以后出门一定提前看黄历。我抓着手机招了招手，拿着东西快速离开了商场。苏若雅接过裙子，状似不经意地问道：“云深，他是你新交的朋友吗？”赵云深不由嗤笑，想起问话的是自己的心上人，又放软了语气：“不是，只是恰巧认识而已。”说着，店员刚好拿来了另一条裙子的码，赵云深直接让包了起来。“雅雅，你还有其他看上的吗？”
苏若雅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。赵云深去柜台结账，拎着手提袋走到苏若雅身边。他很享受这种苏若雅买，他跟在后边帮忙拎东西的感觉，这会让他产生一种他们是一对普通恩爱的恋人的感觉。苏若雅家风简朴，他想一掷千金博美人芳心，这条路是行不通的，只能从日常中的小事做起，让他慢慢地感受到自己的真心和诚意。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。苏若雅整理好情绪，抬头回道：我没了逛街的兴致，在商场门口打车回家。没等我走过去，后排的车门就自己打开了，一条穿着牛仔裤的大长腿从车上迈了下来，然后是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帅哥脸，林之秋。好巧呀！司机大叔回头催我快点上车，不然平台会多扣我钱。我只好冲他点了点头，当作打招呼了。车门被关上，司机猛踩油门，抢先红灯过了马路。我怀疑他以前在重庆干过。很快就到了开机那天，我一进剧组就看见场地中间的拱桌前方水灵灵地立着一个展架，上面摆满了各色各样风格迥异的手办。狄嘉和关二爷相互对峙，财神爷笑眯眯地守着招财猫，还有耶稣的十字架，寓意事业有成的上签。陈导涉猎甚广啊！我叹为观止。导演嘿嘿一笑，说出了那句经典的整都整了，自然是多多益善，多多益善。不得不说，他也真是个人才。那你许愿的时候，记得在心里用不同语言各许一遍，我怕他们有些听不懂。我灵光一闪，好心提醒了一嘴，然后我就看见他低头掏出了手机，开始在百度上中译英了。谦虚上进，还这么努力，他不火简直天理难容。拜完各路神仙，一伙人去了剧组附近的饭店下馆子。大明星看不起我们这小破剧组，不肯参演，所以找的都是新人。作为剧组最大且唯一的投资商，我喝酒比喝饮料还猛，时不时就有人过来敬我一杯。欣姐，真不用我找个人来送你吗？导演扶着路灯，眼神涣散，对着垃圾桶发问。不用。我扬起手机，我没醉，可以自己打车，你们先走吧。夜风从车窗吹进来，吹散了我身上的酒气，让我脑子清醒了不少。路过月河的时候，我提前下了车，我一个人沿着河岸慢慢散步，然后坐在长椅，望着河对岸的夜景吹风。弟妹，我闭上眼睛，感受当下的惬意。弟妹，弟妹，弟妹，吵闹声越来越近，就快贴上耳朵了。我睁开眼，看到了赵云深的4个小伙伴放大的脸。你眼睛好红，是不是哭了？老二怜悯地看着我，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有病吧？我这明明是喝酒上脸了。老四抽了抽鼻子，在空气里嗅到了酒精的味道。喝酒不能开车，一会儿我们送你回去吧。哦，忘记了，老五没给你车。对哦，霸总车库里有那么多生辉的豪车，分手了居然不舍得送我一辆，也太小气了。老三一张脸藏在阴影里，唯有镜片反射出一片亮光，仿佛侦探上身的推演道：老五和那个女人短时间内不会结婚，都是无良记者瞎报的，你不用未必伤心买醉。苏若雅目的性太强了，只要云深脑子没坏，迟早会看破他的伪装。到时候弟妹你就可以让他尝尝追妻火葬场的滋味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说的什么屁话？我才不想再掺和进男女主的爱情里呢。我看向唯一一个没有说话的老大，用眼神示意他给我让一条路。另外3个活宝一起转头，将目光指向老大。嘴笨的老大结结巴巴：我、你、他，烦死了。
想安静的吹吹风都不能。我已经完成任务辞职了，不想再和前同事有任何关联。让开！因为喝了酒，我的嗓音和平时有些不一样。老二突然伸手，他一声拍在老大手臂上，声音之清脆，让我又酒醒了几分。笨死了，连句安慰的话都不会说，把我们刚哄好的弟妹又弄哭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我强调，我没哭。好，没哭没哭。老二往旁边让出了一条路，走，我们先送你回家，不麻烦你们。我站起身，左摇右摆地朝前方走去。我自己可以。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在我身后，4个活宝宛如4条大狗，亦步亦趋地跟着。我叹出一口气，掏出手机，按下通话键。我喝了酒，能麻烦你来接我一下吗？我会付报酬的。你在哪？喂，怎么不说话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恍然回神，突然心跳加快，脸好像也被酒给蒸热了。没事，我在月河路。挂断电话，我抱着头蹲在了地上。普通朋友会这么热情积极吗？现在都快12点了，正常人一般都不会很乐意被打扰吧？我是不是也不是那么没有吸引力呀？可能是喝了酒，我情绪来得特别快。如果是平时，我一定不会自作多情地想这么多。弟妹，你怎么了？脸好红，是不是发烧了？要去医院吗？老大掏出手机，飞快地拨打了120，人快烧得不行了。一人他饮酒醉，醉把佳人成双对。我只是害羞了一会儿，怎么就喊上麦了？我没事，不用叫救护车。我还是要脸的，起得太猛，眼前一阵发黑，身体后仰，跌在数不清的手上，七嘴八舌的弟妹和七手八脚的支撑，在一声略带细喘的新千一道。我高举右手，到家了记得发短信报个平安哈。虽然老五不做人，但咱们又没什么深仇大恨，不是？我一边点头，一边摇上了车窗。林之秋坐在我身旁，靠在后背上，闭目养神。我想问的问题，突然就问不出口了。深夜，失眠的霸总刚升起了一点朦胧的睡意，就被床头的午夜凶铃吓得弹了起来。抓过手机一看，还是个熟人。他按下通话键，毫无顾忌地开始输出。我知道你很气，但先别气。对面用更加高亢的声音打断了他。赵云深，弟妹，他被别的男人接走了。赵云深反应了一会儿，才把弟妹和他的前妻挂上钩。深觉被耍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他爱跟谁玩跟谁玩，别来烦我就行。说完，啪地挂掉电话。霸总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辗转难眠。他本不应该在意这件事的，可是赵云深从床上坐起来，烦躁地抓了自己一把头发。为什么一闭上眼，脑子里闪现的全是那个女人的模样？今晚他注定又睡不着了。另一头，老大默默收起了自己的手机。刚才他开的免提，所以大家都听见了。老二为弟妹悲哀，老三念叨着活该，老四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，老五说的好像也没问题，他们确实已经离婚了。你不懂。老三直直看向他的眼睛，老五一定会后悔的。为什么？老大疑惑。老三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。你们不是好奇为什么赵云深要和辛千一结婚吗？他们两个明明长得一点也不像。那你知道答案？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老五失足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，后来被一个路过的女孩救起。停，我们不想听老五对苏若雅一见钟情的故事。老三莞尔一笑，继续道：老五被冻得神志不清，昏迷前只记下了救命恩人手指上的一颗小痣，那颗痣长的地方很特别，刚好就在无名指戴戒指的地方。
巧合的是，弟妹也有，只不过她是在左手，而苏若雅则是在右手。你是说老五一见钟情的对象搞错了？那我们赶紧去找他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。老二急匆匆地去开车，老三叹了口气：我已经和老五说过了，他说他自己心里有数，他喜欢苏若雅不只是因为小时候那件事。老四，那弟妹是真的没戏了。哎，多好的人呐，怎么就喜欢上老五了呢？老三摇头，我觉得未必，人都是自私的。他给苏若雅当舔狗那么多年，结果人家二话不说出了国。反之，弟妹和他结婚的这几年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云深。我不信他不会动心。电梯到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林之秋按下关门键，看着电梯门一点一点关合，我不知怎么的，头脑一热，转身又挤了回去。林之秋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你干什么？这样很危险，知不知道？我没理会他的责问，仰起头，眼神清亮而坚定。我有点喜欢你，你呢？林之秋，昨晚回来忘记拉窗帘了，一大早太阳就直晃晃地照在了我的脸上，无处可避，我只好打着哈欠起床，站在洗手台前，对着镜子刷牙时，最后的记忆突然醒过来攻击我。镜子里的人仿佛被点了穴，含着一嘴泡沫，一动不动地发呆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昨天居然和林之秋告白了，然后还趁人家恍惚的时候亲了他的脸，我真是太不要脸了，霸王硬上弓啊！心虚地吞了一口口水，牙膏的凉爽沁入喉管。我趴在洗手池边呸呸呸唾干净泡沫，然后用毛巾盖住了脸，没脸见人了。叮咚，门铃声响起，我走过去开门。你还好吗？我煮了粥，要不要吃点？中国好邻居上门送温暖来了。我的脸又开始烧了，堵着门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林之秋也不催，提着保温盒的手稳的一批，手指修长有力，指节分明，像极了漫画里的人物。然后那只手动了，换了另一只手抬起来，在我的门框上勾指敲了3下，砰砰砰。我想起当年菩提老祖好像也是这么敲醒悟空的。方便让我进去吗？哦，方便的。我结巴着拉开门，把人放进来。我跟着林之秋走到餐桌边坐下，看他去厨房里取了碗筷，把粥从保温盒里盛出来递给我，尝尝。我拿起汤勺舀了一口，粥里加了青菜和虾仁，有海的鲜咸，也有菜的爽口，米也煮得很软糯，总之非常好吃。昨天晚上，林之秋开口，可嗨，一口粥呛到喉咙里，我眼泪都咳出来了。人在吃饭的时候果然很脆弱，经不得半点下。你怎么了？快喝口水缓缓。我接过杯子，咕噜咕噜喝了大半，抬起头泪眼汪汪。对不起，昨晚我喝醉了，冒犯你了，我很抱歉。不过刚才你也吓了我一跳，能不能就此两清啊？看着林之秋把头往两边摇了摇，我头脑顿时一片空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要跟我一拍两散吗？林之秋抽了一张纸，帮我擦了擦眼角的泪花。你先吃饭吧，我哪还有心情吃饭呢 ？Crush 马上要跟我绝交了。头顶被人轻轻拍了拍，我抬起幽怨的眼，对上林之秋温柔的笑，没说要和你绝交。我一秒乌云转晴，满含期待。他抬手遮住我的眼睛，嗓音带笑，别这样看我，我也没说要答应你。我拉开他的手，直白道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昨天那几位是你的朋友吗？他们说的老五又是谁？所以刚才他就是想问我这个，想了解我的社交情况。那说明他对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好感吗？我举起手交代，我不想骗你，我才离婚。林之秋惊讶地张开了嘴，
不过，我觉得我们不像结婚，更像是他花钱雇我做他表面上的妻子。我们除了有合法证书外，过得简直像个互不相识的合租室友。最近他喜欢的人回国了，我们就和平分手了。我发誓，我不喜欢他，他也不喜欢我，我们之间就是很纯洁的雇佣关系。昨晚那4个是我前夫的好朋友，他们几个都没什么心眼，看到我一个人在外面担心出事，所以想送我回家，没别的意思。如果你比较介意这些的话，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不会对你死缠烂打的。林之秋眼神流转，你先吃饭吧，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，晚点给你答复。哦，等答复的那几天，我一直都在有意识地躲着林之秋，他可能要拒绝我了。这么多天了，我没联系他，他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看来我就是传说中的爱情绝缘体，注定要一个人孤寡到底了。没关系，纵观古今，强者总是与孤独相伴的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抱负，努力赚钱，享受人生。根据我2个世界的生活经验，我把炒股赚来的钱提了大一半出来，买了一个快要倒闭的游戏公司，还请了一个职业代理人帮忙打理。之前一直觉得乘坐公共交通也没什么不好，经过那晚，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去考个驾照的。最近在忙什么？我倒车入库，刚被教练训完，正坐在花坛边上看别人练车，手机忽然震动，收到了久违的来自林之秋的信息。我对着前方拍了张照片发过去回他，对不起，最近有事回了一趟家，没有及时跟你联系。我仔细想过了，我对你也有好感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尝试发展更进一步的感情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去找你。我那好不容易沉寂下去的心又开始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了。原来他不是在对我冷处理，而是有事回家了。我把定位发给林之秋，他很快回了我，说是15分钟后到。我立刻跑到卫生间，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发型。事发突然，今天我只揣了个手机就出门了，连妆也没化。一会儿见了面，林之秋会不会后悔和我交往呀？我凑近镜子，自己打量我的脸，还好，这几天作息都比较规律，也没有乱吃东西，脸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爆痘。嗡嗡，这么快就到了吗？我略带羞涩地拿起手机，往屏幕上一瞅，教练，按下通话键。对面的大嗓音在洗手间里荡出了混响的质感。你人呢？没天赋还不省得多看多练，以后是准备找人把车抬进停车位了是吧？我马上过来，快点，后面还有人等着练车呢。40个小时后，我结束了今天的练车时长。林之秋穿着一件浅绿色衬衫，拎着一杯奶茶站在花坛边等我，嘱咐我不用跑，慢点走。给你。他插好吸管，将奶茶递给我，是我最喜欢的燕麦奶茶。累不累？要不要先歇一会儿？我摇摇头，咽下一口奶茶。不累。咱们一会去哪儿？快到吃饭时间了。林之秋看起手腕，看了一下时间。你想吃什么？火锅。林之秋看着我笑了，翻出地图导航。好，那就去吃火锅。这附近就有一家连锁店，咱们走着过去吧。我跟着他一起走，可能是关系一下子变了。走在路上，我们2个人都没有开口说话。我趁着喝奶茶的间隙，偷偷用余光扫他，看到他眉眼间都是很轻快的笑意，不由得自己也开心的冒泡泡。我把奶茶杯子拉远了一点，想看看它上面的标签是不是加的全糖，喝起来实在是太甜了，虽然也不腻就是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垂在身侧的另一只手忽然触及到一片温暖，
我扭头去看身侧的林之秋，他也在歪头看我，唇角勾起一个弧度，很礼貌地求问：“我可以牵你手吗？”牵都牵了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我躲开他的视线，点头嗯了一声，然后就感觉握着我的那只手更加用力了一点，似乎是姿势不太舒服。那只手换了好几种牵法，最后和我十指相扣，热意从掌心一直蔓延到心脏，连我的脸都一同升温了。咱也是过上有人知冷知热的生活了。难怪小说里的主角都喜欢谈恋爱，实在是被人宠着爱着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。早上，我从2×2的大床上醒来，林之秋就已经提前做好了美味的早餐。白天的时候，他要去工作，我就在家里躺平，无聊了就给他发微信，也不用担心会烦到对方，毕竟关系不一样了，拥有的特权也今非昔比了。到了晚上，等他下班回来，我们就一起去超市买菜，吃完饭后再靠在沙发上美美的看个电影，别提有多安逸了。不过算算时间，也快到了霸总爷爷去世，他被亲戚背刺赶出集团的剧情了。赵氏离了霸总，剩下的人都各怀鬼胎，整日勾心斗角的争夺家产，根本不会好好经营公司。没过多久，昔日豪门就走向没落了。我得趁着行头好的时候，赶紧把手里霸总家的股票全都卖出去，等霸总东山再起了，我再掺一股进去。之前小导演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参加剧组杀青宴，我刚好生病了没赶上。听说他们连赶了1个月的工，赶在寒假的时候，这部剧就能上了。我又给他打了一笔钱，说了一些我以前见过的宣传方式，让他不要太悲观，总是做最坏的打算，不舍得花钱。本来就都是籍籍无名的新人，不好好宣传一下的话，能有几个人回去看你的作品？导演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我实在不会应付这种场面，找借口挂了电话。我枕着林之秋的大腿，正在试玩公司新开发出来的小游戏，猝不及防被人偷亲了一口。操作的小人一下子踩到陷阱上，被突然天降的石头给砸回了起点。干嘛呀？我都快到终点了。林之秋拨开我额上的碎发，再次低下头。好不容易休假了，你就只顾着玩游戏，心牵一。把人追到手后，你就不上心了是吗？他用手指在我心口上戳了几下，不满地抱怨。我被戳得有点痒，情不自禁地笑出声，勾住他的脖子，仰头在他嘴角啄了一下，哄道：“怎么会呢？我超喜欢你的。”我翻身坐起来，抱住他的腰，缩进他怀里，下巴抵在他胸前问：“我不玩游戏了，说吧。你想让我陪你做什么？”林之秋直接亲了过来，我们接了一个湿漉漉的吻。他拾起我一缕的碎发，指腹抹撒，头发遮眼睛了，要去剪一下吗？我甩了几下，把刘海甩匀，确实有些遮挡视线了。还有吗？去海洋馆看海豚吗？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化个妆。我从卫生间出来，看到林之秋身边多了一个穿白裙子的女生，背影有点熟悉，他们正在聊天，应该是互相认识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刚好听到那个女生略带遗憾的感慨：“你都有女朋友了呀？”声音好像也在那儿听到过。芊芊，这边。林之秋看到我，眼神一亮，他对面的女孩子也同时转身看向我。居然是女主苏若雅，我神色一怔。所以原著里那个疑似女主暗恋的无名男配，其实就是我男朋友。这是什么狗血四角恋？我都功成身退了，还能被迫卷入剧情？苏若雅也认出了我，向我伸出一只素白的手。你好，我是知秋的朋友，我叫苏若雅，我们之前见过。谢谢你那天的割爱。不客气。
那条裙子赵总多给了我钱，说起来还是我赚了。林之秋伸手将我揽过去，既然你还有事，那就先去忙吧，我们还想再逛一会儿，拜拜了。苏若雅不舍得挥了挥手，拜拜。林之秋揽着我去看水母，拿手机拍了很多照片。怎么了？从刚才起好像就不开心了。他拉着我走到角落里的椅子上坐下，晃了晃我的肩膀，想了又想，我还是忍不住问出口：这可是古早言情文，女主一般都是万人迷，你会喜欢苏若雅那种类型的女孩子吗？林之秋盯着我的眼睛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笑出了声：辛千一，你怎么什么醋都吃啊？他伸出2只手，像揉面团那样搓了搓我的脸。我和他认识10几年了，如果我会喜欢他，那就没你什么事了。可我看他好像有点在意你。他笑得很开心，似乎很乐于见到我吃醋的样子，爱不释手的又捏了捏我的脸。我只喜欢你，不喜欢他，也不喜欢别人，勉强相信你吧。我嘴角微微上扬。另一边，苏若雅望着2人亲昵离去的背影，心里莫名涌出几分失落。她垂下眼睫，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要再想了。她已经决定答应赵云深的告白了，不应该再想其他男人了。雅雅，给你冰淇淋。赵云深从外面跑进来，把双色冰淇淋桶递过来。苏若雅接过，低头咬了一口，清新的抹茶味在嘴里化开。她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人。赵云深在她耳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像个百度百科一样给她介绍水族箱里每一种鱼的生活习性。屁股后面缀了一群小尾巴。叔叔，你懂得好多呀，好厉害呀！赵云深喜形于色，不枉他提前踩点，熬夜背了好几个通宵。他高兴地挺起胸膛，用余光偷偷打量苏若雅，想在她脸上看到同样崇拜的目光，结果却发现身边的人一直拧着眉头，明显走神的模样。苏若雅跟他约会，心里却想着别人。赵云深心中有些不满，如果换了其他人，谁会这么不把他当回事？爷爷最近病重，公司里麻烦事一大堆，他特意抽出时间出来陪他逛海洋馆，结果就这样被忽视了。朋友的话突然浮现，赵云深，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错过这个村，你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弟妹那样全心全意对你的人了。呵呵，你不后悔就行。弟妹，江湖救急呀！挂断电话。我其实不太懂他们4个为什么会觉得我能给跌入谷底的霸总男主带去安慰，但他们在电话那头声泪俱下，卑微地求我过去露个面，不用待太久。怎么说，他们之前也暗中帮过我不少次，就连离婚后我收购的小公司，也是有了他们的支持和援助，才能那么快重焕新生。我打车去了约定的地点，是市中心一个很有名的清吧。进去的时候，赵云深差不多喝了8、9杯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他脑子已经不清醒了。老大穿过人群跑过来接我过去，老二自己端了一杯酒，坐在赵云深对面，小口小口地啄着。老四则在偷梁换柱，用冰水糊弄神志不清嚷着再来一杯的霸总。老三叹了口气，老五的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我点头，不过你们找苏若雅应该更有用吧？听到女主的名字，老二义愤填膺，我早就说了，当舔狗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有你这个前车之鉴。老五还不信邪，非要往南墙上撞。老四再一次把冰水塞进赵云深手里，跟老二强调，那明明是我说过的话。老三摊开手，耸了耸肩。自从老五出事后，苏若雅一次面都没露过。说着，他伸手把我往前一推：“弟妹，该你上场了。”
我们4个陪了好几天了，都没有把人哄好，你快去试试。”只见他还俏皮地朝我眨了下右眼，表情和蔼，很像是鼓励第1次上幼儿园读书的小朋友。我扫过其余3人，是如出一辙的看好眼神，栓口。但我真的会谢。赵云深抓着酒杯，一口闷干了里面的冰水，趴在吧台上，口齿不清。再来一杯。我顺手抽走他手里的杯子，公事公办道：“别喝了。”他抬起头，眼睛有些朦胧，不知道是偷偷哭了还是喝醉的生理反应。赵云深眨了好几下眼睛，才认出了我是谁，立马又恢复了那股目中无人的傲气。不是让你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吗？辛千一，你死心吧，我是不会喜欢上你的。哦，那我走了。别呀，弟妹。老三拦住我，给老大使了个眼色。老大走到赵云深背后，抬手在他背上捶了几下，把霸总捣得泪流满面，咳嗽不止。老四，你把人捶岔气了。老二看了我一眼，扬起下巴，活该，让他不识好歹。不过到底是兄弟情深。他站起身，贴心的给霸总拍了拍背。老三看着霸总直摇头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苏若雅她根本不值得。你看他这些天问过你一句吗？要珍惜眼前人。赵云深抬眼朝我望过来，我摆着手退后几步，别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算不上你的眼前人。我已经有对象了，咱们不合适。真是被那几个活宝给带歪了。霸总怎么可能是这个意思？我连忙改口，苏小姐说不定正在为你担心着呢，你可千万要撑住，你们的幸福就在前方。老二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弟妹，你……老大惊讶地看过来，老三这次叹气更显得悠长无奈了。老四下意识开口：“是上回接你的那位吗？”我点头承认。于是老四回头对霸总说：“完了，老五，你后悔也没用了。”赵云深别过头，声音凶厉，咬牙切齿：“我才不会后悔。”老四低头去看他的脸：“是吗？我不信。”此刻我仿佛听到了某人轻轻裂开的声音。该说不说，男主对他的朋友们容忍度比对我这个替身高太多了。难道是因为我还不够神经，和他们格格不入？老三沉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把我送上了出租车。弟，小心，我们以后能这么叫你吗？看我没拒绝，他又认真继续跟我保证，既然你已经有了新生活，那我们几个会看好老五的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他去打扰你的，绝对。老四重复。老大拍了拍胸脯，不言而喻。老二在酒吧里招呼霸总，所以老大又多拍了一次。虽然我不觉得他们几个的脑补和幻想会实现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再见。计程车穿过城市的繁华夜景，路过小区附近的一家花店，我下了车。这个时间点，花店很快就要打烊了。出门前，我和林之秋说了原委，他没有拦我，看表情好像也没生气，不过还是买束花哄哄他的。这几枝腊梅开得很鲜艳，之后插在花瓶里肯定也好看，我就要这个吧，麻烦帮我包得好看一点。不知道林之秋有没有吃晚饭，再买点宵夜上去，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看电视。怎么还买了花？林之秋笑着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拉开门让我进去。买来哄你的，喜欢吗？我换好拖鞋，伸手搂住了他的脖子。他低下头，在我嘴上蜻蜓点水一吻。喜欢，特别喜欢。翌日，赵云深从酒店里醒来，宿醉让他的脑袋就像是被人偷袭了一样疼痛。他靠着床头缓了好打一会儿，才从柜子上摸起手机，打开微信，通话记录和短信。
都没有找到苏若雅的关心和问候。这时，客门门口响起刷卡的声音，他抬头望过去，老三提着打包好的早餐放到了桌子上，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地开始玩手机。赵云深眉头一皱，但又不好说什么，只下床去卫生间洗漱去了。洗完出来，他走到桌边坐下，打开包装，怎么放了这么多葱花？我不喜欢吃这个。老三翻了个白眼，那你别吃了。肚子不合时宜的咕咕叫起。赵云深板着脸，拿着筷子把葱花一颗一颗的挑出来。老三突然开口，还是小心体贴细心，他能记住我们每个人的喜好。小心。霸总抬眼，老三惋惜地叹了一口气，人家有对象了，再叫弟妹就不合适了。赵云深眉头拧得更深，黑着脸突然把筷子甩到一边，暴躁道：你从哪儿买的面？老板家还附带卖葱业余吧？放这么多也不怕赔本，你管得还挺宽。老三嗤笑一声，继续低头刷手机。赵云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心里莫名的突然烦躁起来。他以为自己是因为苏若雅而烦恼，于是起身去阳台给人打电话。嘟嘟嘟，没人接。没有想象中那么失望和难受，反而有种预料之中的坦然和一丝奇怪的窃喜。赵云深一瞬间有些恍惚。老三走过来，靠着墙发出一声沈笑。赵云深也不觉得生气了，反而很平静地看回去。我早就说过，苏若雅根本不喜欢你，你纯粹是自讨苦吃。弟妹对你多好啊，这么多年掏心掏肺的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不信你真的一点也不感动，你就死劲儿地做吧。赵云深没有反驳，反而冷静道：我要自己创业，造一个比赵氏更大的企业，你们要一起吗？老三惊讶地张大了嘴，妈耶，居然真被小新说中了。有了新的目标，赵云深又重新振作了起来，每天朝九晚六的在外面忙乱。这天，老三给他送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支持。赵云深望着桌上那张熟悉的银行卡，不敢相信刚才自己听到了什么。辛千一怎么会给自己投资呢？还是整整1000万？听老三的意思，这是他目前所有的家产了。他就不怕我创业失败，带着他的钱一起打水漂吗？这些天他联系了许多以前的合作伙伴，他们比辛千一有钱多了，可也谨慎多了。在没看到确定的利益前，根本不会押注太多赌注。老四扎心道：无论如何，人家都有自己的新生活了。赵云深心里的涟漪仿佛被冻住一般，再不能一圈圈荡漾起来。他死死抓紧那张卡，脑子里不由得闪现出离婚前的时光剪影。辛千一那时应当是很爱他的，即使知道自己心有所属，也依旧毫无怨言地陪着自己，为自己默默付出许多。那时候，自己只用操心一下工作的事，家里的一切都被辛千一打理得很好，自己只需要每个月付出一点微不足道的金钱报酬，就可以肆意享受安逸的生活。还有辛千一无微不至的爱。我总是说让他不要痴心妄想，可自己却没有一点主动避嫌的分寸，觉得自己花了钱，所以理所当然地享受妻子的照顾。但这对于他而言，恐怕就是一种折磨吧。爱而不得，我自己也感受过，却还是把这份痛苦加在了别人身上，甚至我做的事还要更过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辛千一在分开后才会对我彻底失望，从而转投别人怀抱吧。但是他托人送来这张卡，是不是说明他对我还有点感情呢？赵云深想着，抓起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。老三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老三听后戏谑地冲赵云深挑了挑眉。赵云深耳尖泛红，
躲开了他的视线。我接到赵云深生日聚会邀请的时候，刚参加完剧组的庆功宴。虽然剧明天才会上线，但陈导太过焦虑了，总感觉会扑街，之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办庆功宴了。这是他的第一部剧，他想尽量有个完整的体验，于是就提前办了。我从饭局出来，外面天空正在飘雪，纷纷扬扬，像羽毛，像柳絮。怎么想起叫我了？赵总他应该不想看见我吧？我跺了跺脚，出来站了一会儿，还挺冷。这不是也为了感谢你的投资吗？公司最近也有个行状了，就顺便一起庆祝了。好歹你也算个小股东，人多也热闹一些。你是不知道，老五现在是没落了，大家见了他都靠边走呢，生怕他是来借钱的。我被老三的形容逗笑了。反正男主喜欢的是女主，而且我还要靠他赚钱呢，去一趟拉近些关系也没害处。那我可以多带个人吗？老三拿远了手机，无声看向赵云深。赵云深眉头紧拧，在听到电话那头的催促后，咽下心里的那口气，点头表示无所谓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卡了一下，是要带你对象过来吗？当然可以啦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早就该认识一下了。他这句话，我也彻底放心了。生日快乐，赵总！我把礼物递给霸总，老二凑过来，快拆开给我们看看，小心送了什么礼物。赵云深抬起头，第一次很有礼貌地询问我的意见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赵云深微微勾起嘴角，老大拿过礼盒，三两下就扒开了包装。赵云深看着他粗暴的动作，略有些不满，但又看我没什么意见，于是把斥责的话咽了下去。哇，好酷的表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老二朝我看过来，老四替我做出了回答。这是今年的新款，只要5万块钱，也不是很贵。说完意识到我的情况，他又立马打补丁。不过它里面包含的心意不定不止这些。赵云深把表拿出来，当场戴到了手腕上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我们给你挑的礼物就好。看来霸总经过此次磨难，人变得沉稳平和了许多。你吗？对呀，我微微一笑。我和我男朋友一起挑的。赵云深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，干巴巴地呵呵了2声，手指摸上表带卡扣，真想立马摘了这碍眼的表。老三这时走过来，朝我身后打量，不是说要一起带过来，让我们给你把关吗？人呢？他工作临时有事，来不了了，下次有机会再介绍你们认识吧。也行。老三抬手看了下时间，拍了下赵云深的肩膀，都进里面去，我们先去切蛋糕吧。赵云深被他揽着往里走，我疑惑地眨了眨眼，怎么感觉霸总比以前更喜怒无常了呢？不是我的错觉，赵云深今天真的特别反常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趁着其他人都在唱歌，我打了直球，赵总，你是不是有事需要我帮忙？不好意思开口啊。赵云深苦涩一笑，你现在都跟我这么生疏了吗？哈，你以前都是喊我云深的。我忍不住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，怀疑赵云深吃错了药，反呛回去，那你不是还让我离你远点吗？赵云深一噎，好一会儿嘟囔着才开口，我现在后悔了。包厢里音乐声太吵闹，我没听清，大声道，你说什么？赵云深抬头十分委屈地看了我一眼，妈呀，他不是被鬼附身了吧？话说原著有灵异设定吗？芊芊，赵云深突然握住我的手，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这次换我来追你好不好？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他的手，跳起来推开他，跑到人群中。怎么了？老二放下话筒，我躲在他后面，指着赵云深，赵总被鬼上身，开始说胡话了。赵云深涨红了脸，
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可你不是最爱苏若雅吗？突然跟我表白，是发什么疯？老大吓得话筒都掉了，老四和老二都一副震惊表情，还真被老三给说对了。老三坐在沙发上摇了摇头。赵云深深呼吸道：“以前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”老三说的对，我错把执念当深情，没看清自己的心，对不起。心谦一，我只想知道，你现在还喜欢我吗？一点点也行。不喜欢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了。我往后躲了躲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是绝对不会分开的。赵云深更进一步，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为什么把所有的钱都压在我身上？这难道不是因为爱吗？是因为爱，但不是对你，是对钱。怎么还有点心虚呢？不就是想靠前任发点财吗？互惠互利的事情，没什么好抱歉的。我挺直了腰板，你能把赵氏经营得那么好，可见你是有真本事的。跟着你干，稳赚不赔。赵云深不甘心，只因为这你就敢赌？当然不止，主要是我知道你是男主，以后肯定是要报复的。没错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反正我也不懂。你是我身边能接触到了最会赚钱的人了。赵云深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我却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。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拉开包厢的门，一溜烟跑了出去。我和林之秋还真是心有灵犀，一出来就看见了他。他手里拿着一条红色的围巾，见到我走过来，温柔地替我围上，然后把我的手揣进了他的口袋里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我正准备进去找你呢。我和赵总在一起太尴尬了，不如早点回家陪你。林之秋亲昵地刮了刮我的鼻子，前面有个烤红薯的摊子，想不想吃？是吗？在哪儿？我带着他往前跑。快点快点，我现在就要吃。在我们身后不远处，老三拍了拍赵云深的肩膀，放弃吧，人家感情好着呢。老三进门，老二接上，同样拍了下肩膀，痛惜道：“老五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老四叹了口气，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呢？轮到老大了，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拍完肩膀，沉默着站了一会儿，就跟着回去了。赵云深望着路上一排延伸向远方的脚印，他们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早已经插不进去第三个人。曾经他也是其中之一，以后他就只能做个见证者了。我们一路跑过去的时候，卖红薯的爷爷还没离开，我挑了一个大的，掰开一分为二，和林之秋一人一半。冬天吃烤红薯也太幸福了。林之秋笑了：“你怎么这么好满足？所以我这么好养活。你可千万要抓紧了，不然错过我，有你后悔的。”林之秋紧紧握住我的手：“不会的，我们不会分开，谁也不用后悔。”雪花一片一片的从空中洒下来，落在我们的头顶上。我想起了一句诗：“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”林之秋拍掉我头上的雪：“傻瓜，再不躲躲，晚上回去你就要冻感冒了。”我们手牵着手，一起奔向人间烟火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